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由日本主导的 CPTPP 如果没有中国加入，它的影响力就是有限的。要是中国加入了，影响力肯定会扩大。但这样一来呢，日本又害怕失去了主导权。面对这样一个两难的问题，日本怎么办？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中国正式申请加入 CPTPP， 美国那是猝不及防。那么日本会阻拦吗？据悉，中国商业部部长王文涛向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也就是 CPTPP 的保存方新西兰贸易与出口增长部部长奥康纳提交了中国正式申请加入 CPTPP 的书面信函。美国官员随后称，美国不会加入最初的 TPP 设计架构，并正与盟友一起应对中国的强制贸易行为。那么显然，美国近期是不可能加入这个组织的。那么中国在去年10月就表达了加入 CPTPP 的意向。新加坡已经在 CPTPP 签约的11个国家中最先表达了对北京的接纳。随着王毅部长在新加坡的访问取得突破，中国正在化解被 CPTPP 排斥的局面。目前只有日本和澳大利亚明确表示反对或担忧。CPTPP 是目前全球标准最高的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在2008年宣布加入谈判后，逐渐占据了主导权。加入谈判的国家随后扩展至12个。美国退出后 ，TPP 基本上就寿终正寝了。现在在日本的主导下，又改为了 CPTPP， 同时把22条由美国主张的，但是其他国家反对的条文冻结。TPP 是当初奥巴马政府主导的一个协议，其核心内容是对贸易、投资、货币的自由兑换、税制公平、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权和环境保护，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和信息自由都有统一规定。由于在货币自由兑换这块，中国目前暂时不可能达到这个标准，因此这个协议的签订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排除中国。当然，美国也需要为此大幅度让利，才有可能正式签署这个协议。这也是美国最后退出 TPP 的主要原因。那么美国退出 TPP 以后，日本就没招了，大哥走了，那怎么办？于是由他来主导，拉了11个国家，重新签署了一个 CPTPP 的协定。相比于原先的 RCEP， 也就是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协议这个新的 CPTPP 的协定是一个全方位、严格的贸易协定，不管是在劳动和环境规则、竞争策略、国有企业知识产权监管、互联网规则和数字经济等方面都制定了相当高的标准。那么中国在加入 RCEP 的基础上，如果能够再加入 CPTPP， 那么其意义相当重大，影响也比较深远。第一，它表明中国愿意更加开放，这是美国没办法比的。美国在退群，中国在入群，世界2大经济体，它的走向正好是相反的。中国表现出了更加开放的姿态。第二，它表明中国有信心面对更高标准的贸易挑战，自信心十足。与 CPTPP 的规定相比，我们在某一方面还是存在着一些差距的。这些差距需要弥合，比如说汇率自由、知识产权等方面。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依然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我们中国政府有信心面对这些挑战。相比来说，印度却不敢加入要求更低的 RCEP。就这点而言就可以充分反映出中印2国之间的差异，也反映出中国的自信心。第三加入这个协定对地缘政治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如果中国在加入 RCEP 后能够再加入 CPTPP， 那么对于中国实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对于整个东亚地区的整合和崛起也会产生很强的一个推动作用。那么一旦我们加入了 CPTPP， 就等于中国又和加拿大、秘鲁、智利、墨西哥等国间接签订了贸易协定。那么如果英国也能加入 CPTPP， 那么中国也等于和英国签订了贸易协定，这等于让中国参加到了一个没有美国的大型自由贸易体系里面去。这么大的一个自由贸易体，不带美国玩，这对美国是一个严峻的外交考验。当然，中国要想加入 CPTPP， 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因为它还面临着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阻力。日本呢，甚至为此呢提出了几个条件。首先就是申请国的权益保障标准以及市场经济地位等内容需要达到要求，而且成员国必须具有非常高水准的市场开放程度。那么澳大利亚现在跳出来反对，那么显然是因为它在经济上遭到我们的制裁。谁让它现在成了一个跳得很高的反华小丑呢？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由日本主导的 CPTPP 如果没有中国加入，它的影响力就是有限的。要是中国加入了，影响力肯定会扩大。但这样一来呢，日本又害怕失去了主导权。面对这样一个两难的问题，日本怎么办？我估计从长远的角度看啊，日本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经济复苏，最终呢可能会与中国达成妥协。可见，中国加入 CPTPP， 这将是国际战略格局变化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那么最终的走向如何？中国是否能够最终成为 CPTPP 的一个重要一员？我们不妨拭目以待。今天的介绍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